过热门视频、分享视频以及视频关注进入到主播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各位老铁们、各位新朋友们、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聚焦国际热点，关注身边生活。大家好，这里是御林军611军团直播间的现场，我是大家的军团长，也是主持人苏林。每天晚上5点半准时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见，开启轻松愉快的夜晚。咱不墨迹啊，今天咱们直接聊新闻，因为今天不仅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聚焦俄乌，再聚焦中东，对不对？今天老铁们，咱们换个思维，换个方向啊，咱们把眼珠子往咱周边看一看。为啥呢？今天小本子那边有大动静了，你知道咋回事吗？岸田这哥们儿啊，当这个对。今天还有一个日本在731部队的一个老兵，来咱们东方大国这边道歉了啊。他说，这个是个插播啊。他说就是道完歉，记者不采访他吗？他说当时就是，他特别不理解的就是有个孕妇，那个就是腹中的胎儿还没生下来的，就活活给做成标本了。他当时也不理解，反正就是道歉。他说他除了现在他余生啊都已经90来岁了，说余生除了要道歉这个事情，他没有别的愿望了，感谢努力拼搏啊，就反正道歉了。这个男的啊，90岁一个老大爷来到咱们东方大国了，这是一个插播的广告啊，不是今天就是昨天，我也不太那啥啊，不太清楚。来啊，下一条新闻啊，就是岸田文雄今天公开宣布了，也是日本的事儿嘛，说他自己不会参加自民党党首的选举，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刚才咱家有人就说了，他辞职了。这就意味着他变相辞职，间接辞职，什么概念？日本的首相要换人了，但问题是现在好么样的呢？没啥大事发生啊，岸田咋就好好的突然要辞职呢？啊，这是第一个事儿。有时候还有什么事儿？日本还有事儿，什么事儿呢？福岛核电站突然发生意外了啊！意外泄漏，28.9吨没有经过处理的核污水直接干海里了。啊！但是呢，日本的自然灾害厅在调查的时候，意外发现，说日本本岛附近有一个大海沟啊，也出问题了。妈呀！说那个底下那个火山呐，那都到临界值了啊，要爆发了。随后呢，日本地震厅也首次发布说，日本极大灾难预警啊，最低9.1级地震。哎呀，怀着悲痛的心情笑一笑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灾难预警是真的吗？能不能把日本给炸没了啊？是不是啊？这是第二个话题啊。第三个话题，家人们，那就是大家关注的了啊，俄乌的战况了。俄军现在猛增援呐，直接干到库尔斯克州了。那乌军这个攻势呢，其实说实话啊，咱不管是说出现了多少的坦克、装甲车，现在目前最新的状况就是彻底被终结了啊。但关键时刻，家人们啊，美国自己亲自下场指挥了，命令乌军对隔壁的说，你这个库尔斯克州你杀不进去了，你看别的地方啊。他们选哪儿的呢？家人们选了一个更缺德的地方，别尔哥罗州也是俄罗斯的本土嘛，这个地方也经常被乌军所袭扰，包括什么无人机啊，干了好几次了，炸人家油库、炸人家超市的。但是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啊，那就值得关注了，因为他人多呀。说美国说了，如果你进攻不了库尔斯克，你直接干到别尔哥罗德就发起突袭。这下好了，兄弟们，两个州同时出事儿了，普大帝得怎么处理呀？啊，这是第三个话题。第四个话题，家人们。跟谁有关的？中东，大家一直在关注中东这个伊朗动没动手。家人们，我就问你，现在你们觉得伊朗以及反抗之狐动手了，已经动手了，给我扣波1；觉得没动手，给我扣波2。我告诉你，其实家人们，咱们昨天讲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充其量最次的，伊朗是最次，先要干谁？先要干的是美军基地。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今天发话了，说我要干的压根儿就不是哈马斯，我干的最终目标就是伊朗。今天以色列自己出来说的话啊，咱们再返回来说伊朗啊，伊朗今天啊，就是咱不说他有没有声音，但是驻叙利亚美军连续第3天被干了啊，这次不但看守油田的美军全干了，而且去支援美军直升机的也被直接给干爆了，兄弟们。那么如此之情况之下，美军到底会不会考虑撤出加沙？会不会考虑撤出那个叙利亚啊？还有什么事儿呢？伊朗，家人们，昨天伊朗不是拿了20多枚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吗？老毛那边也送过去的吗？今天是第2天，对吧？第2天直接紧急宣布了，说伊朗海军即将举行针对美国海军的实弹军演。
老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美国人会咋应对呢？还有事儿呢，老铁们别着急啊！就什么事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突然间出击了，直接杀进联合国机构的办公室，扣人扣资产。美英联手还拉上沙特，对也门直接叮当456了。那么问题来了，也门被沙特给干了，会不会导致两国产生矛盾啊？所以说今天啊，中东也好，俄乌局势也罢，就是随着8月15号巴以马上和谈，已经是再次爆发了一个小高潮了，对不对？好多人都在关注这次俄乌啊，包括巴以的战场的局势。但是兄弟们，今天有个消息咱必须得放第一个抢，因为啥呢？这个消息简直太炸裂了，炸裂都让我有点诧异，让我有点兴奋。有人说苏若，什么消息能让你兴奋呢？老铁们来吧，那就是来自小八嘎的消息。今天一大清早上起来我就看新闻，好家伙了，岸田啊突然间公开宣布，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儿抽了个邪风，也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说自己不参加自民党党首下届选举了。老铁们，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有没有看这个消息的？懂不懂？老铁们，就这个消息，当时我一看我都精神了。为啥？有些不了解日本制度的人都有点迷糊了，对不对？但是了解日本选举制度的老铁立马就跟我一样兴奋了，对吧？这次日本出大事了，要出大事了。因为什么呢？按照日本这个规定，哎，对，你们说对了啊，辞职下台内讧，对不对？说你按照日本现在这个国内选举规定啊，就是你要当日本的首相，你就必须得是日本这个最大党的党首。而现在岸田文雄主动放弃竞选下一届的党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岸田文雄现在主动放弃了当日本首相这个身份，对吗？等新的党首选出来，这个首相位置滚，自动让位。哎，就这个消息，老铁们绝对够炸裂呀！你们就想啊，就岸田这个人对日本有啥贡献，咱暂且不说，对不对？但是你就说他上台之后，那恨不得把美国人脚丫都舔干净了，而且前段时间还跟美国搞出来一个新的叫美日联合作战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部署在日本。什么概念？以后日本真跟谁叮当456了，出动兵啊，出动弹呢，出动什么那么船呢，不用再经过夏威夷那个什么印太什么司令部，不用了，在日本直接调动，直接指挥。而且呢，美国的滨海战斗团在前天直接借着军演这个说法部署到与那国岛基地了，而且是永久部署，直接就把日本变成美军在亚洲的前沿军事阵地了。那简直就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极点了，恶心到家了，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有些老铁就问了，说这岸田都这么听老美的命令了，为什么要辞职呢？如果是美国人嫌他做的不够激进才让他辞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下一个上台的日本首相将会更加极端呢？如果是他自己想辞职的，那岸田为啥要放弃这个权利呢？说不通道不明，想不明白呀，对吧？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查一查，我跟你们就好好讲一讲，真有说道了。现在网上很多人分析说什么岸田文雄其实还想干啊，只是他的支持率太低了。现在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经不到20%了，还有什么贪污啊、腐败呀、黑金案件呐，七七八八的，所以岸田呢才被迫宣布的辞职。咱就说实话，这些分析有没有道理？咱看着确实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实际上你们仔细想一下，家人们，这叫事儿吗？这叫事儿吗？支持率这个支持率低咋的了？只要岸田文雄想，美国有的是办法想让他干。而且老铁们，就是日本是什么样的政治体系呢？叫舞台政治。什么叫舞台政治？就是我舞蹈的是给权贵们看的，我不是服务于日本的老百姓的，我服务的是那1/3亲美的日本的高层，把他们服务的就是舒舒服服的，我就能当这个首相，没有用，就是其他的民众我不管，民众的票没有用。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美国有的是办法让他继续干，什么虚假选票啊、操纵民意啊、暗杀一下岸田的对手等等，那方法多了去了，对不对？如果只是支持率太低就要下台，家人们，那尹锡悦那被韩国人都抗议多少次了，他媳妇儿都出事了，都快被抓进去了，你看他下台了吗？也没呀，对不对？所以因为支持率太低下台啊，我觉得不太现实，不可能。然后咱们再说什么贪污腐败，什么黑金案件，
说了因为这下台，那就更搞笑了，家人们。他现在当着首相，当着美国人的狗，谁敢动他呀？可一旦这货下台了，他不得被清算吗？该清算就得清算你，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了。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那么说到这儿，有老铁是不是就得问了？说如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就请问了，岸田文雄到底因为啥主动宣布放弃的辞职，主动宣布放弃竞选？甘心情愿把这个这么重要，日本首相是挺重要的位置了，对吧？给交出来呢？我跟你们讲啊，经过分析，原因主要是几点。首先第一点，岸田文雄吧，他跟安倍他不一样。安倍呢下台之后那天天想着是重返政坛，结果在演讲的时候2枪让人给干死了。而岸田呢，这货宣布不竞选，那基本是直接他真想退出日本政坛。说白了，这货自己不想干了。为啥呢？原因很简单，你说他当美国人的狗，他确实挣了不少，对吧？但是有句老话说得好人生最痛苦的事儿就是钱到手了，你没命花呀。岸田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他上台到现在，家人们就岸田他老倒霉了。上台到现在，光报道出来的被暗杀就已经4次了。你们有没有记得就已经4次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年9月份左右，对吧？他去日本沿海的地方搞演讲，我的个妈呀！问题是什么呢？当时日本核污水排海都有一段时间了，那渔民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老不像话了。所以说一听这个岸田要去，当时兄弟们有一个20来岁的浪当大小的小伙子，直接自制了一枚炸弹，把岸田呢要差点就直接炸死了。知道吧？结果刚开始一切很顺利，制造炸弹呢，带着炸弹混进会场甚至这个炸弹扔出去了，也是精准落到岸田1米不到的地方了。可问题是什么呢？前面再顺利，最后一步出问题了。这炸弹扔到岸田脚底下，光冒烟了，没爆炸。然后岸田保镖一看，直接把岸田给撂倒了，拖着岸田狼哇就撒丫子跑路了，就这么的让他逃过一死。那你们说就这次虽然没有暗杀成功，对不对？岸田心里面突突他就当没发生过吗？不能而且这安保的什么奶的样把炸弹扔到自己家脚底下了。如果这个弹没出问题，你就是一缕青烟上西天了，肯定不能不在乎。再加上兄弟们，前段时间你们记不记得川普被暗杀之后，岸田也紧接着差点被枪崩死在车上梆梆2枪没死，因为那个车是防弹的。最后把岸田吓成啥样了？出去演讲去，没有防弹玻璃，这哥们根本不去。你说在这种天天活在被暗杀的阴影里，况且你身边的保镖不给力，那岸田你就算权力再大，他也没命享受对吧？那么说到这儿有老铁可能就说了，说这不能那不就暗杀吗？岸田不至于不至于因为这就放弃金钱放弃权力。那还有美国呢，对不对？还有美国扶持美国报复呢，这不是小本子的性格对吧？你还真别说，现在有一个情况它是这样的，根据美国媒体的透露说岸田呢现在已经在考虑了，他要整一个美国签证，要把全家人都带到美国去生活。当时我一瞅这消息，我寻思这消息是小道消息呢，我都没信。我说岸田他再咋离谱，他不能直接改国籍吧？直接改国籍改到美国吧？结果就在我纳闷的时候，我再一看日本那个最新的消息，老铁们就是好家伙了，你们知道我看见啥了吗？日本地震厅、日本自然灾害厅同时发布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条，日本建国以来的第一条极大特大灾难的预警。你们有人说是富士山要炸了吗？你们先听你们没听错，日本极特大灾难预警，而且是建国以来的头一次。现在日本的地震厅目前保守估计说如果这次极特大的灾难发生，最起码的是9.1级的地震。9.1级，老天开眼了，是不是？咱就说这个地震强度，你们就看日本不说直接沉海，那也得满目疮痍，山河破碎你们可别觉得我搁这逗大家玩呢，说我是不是这个寻大家开心呢？不是，这次日本是来真的了。怎么个事儿呢？咱有这个过程有事实证明，你们可以去查什么时候你查12号的事儿，日本12号当天，这个福岛核电站呢突然出事儿了，又出事儿了。福岛核电站再一次出现意外，
吓人吗？就是某个号称30年不用维修的机器，咕隆一下子炸了，一口气往福岛附近排了多少吨呢？28.9吨没处理过的核污水。哎，而日本方面那叫一个离谱啊，直接把这个消息给嫩了，封锁了，打算糊弄一下过去了。但是后面日本自然灾害厅这么一说不行啊，那真不行啊，说你发生这事儿，咱就说你摁不摁无所谓，我得过去看看咋回事吧。你这么的我好怎么的，我好打报告，我好做准备呀。我顺便我当鞠躬先人，我到时候我说啥我得说吧，对吧？结果就这么一查，我的个妈呀！日本的考察船再往南边一个大海沟那个附近调查的时候，你猜咋着了？这个大海沟的压力啊，已经严重超标了。再换个更先进的设备一查，哎呦我的个妈呀，咋的了呢？这个海沟下面有一个活火山，已经超过爆发临界点的30%了。也就是说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条件了，就是等个机会的事儿，就是时间的事儿。然后这个日本地震厅啊，包括这个日本灾害厅啊，就懵了，直接吓死了。一合计一推算，哎呦我的天哪，这海沟包括这个火山要么一起出事，最少也得是9.1级的，席卷大半个日本的大地震，并且有几率产生30来米高的大海啸，而且这个破坏力相当惊人呐。而且破坏力惊人还不是最狠的呢，老铁们，你知道最狠的啥吗？这玩意儿从数据分析上来看，已经是有爆发的条件了，已经超负荷30%，什么概念？就是按道理来说应该爆发了，没爆呢啊，先是幸运，已经超过30%了，也就是说随时随地会爆发。爆发了，小本子就完蛋，老铁们，这可不是人定胜天的事儿啊，对不对？那是自然规律，你改变不了啊，对吧？日本人就算现在想办法解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没办法，你不能把火山给堵上吧，你不能把火山给移了吧，对吧？所以你们知道现在日本的情况到底什么样了吗？已经有不老少的国外的留学生直接返回本土了，就是你们要想去日本旅游的别去了，真的。而且日本的机票你们去看看，老铁们，现在你们去查去日本的机票，你现在去查老便宜了，嘎嘎便宜，回来的机票老贵了。所以怎么说呢？你说岸田啊，作为现在的日本首相，他心里不嘚瑟吗？他心里并不明白咋回事吗？日本要还能顶得住 OK 呀，那继续当美国的狗，有钱有势有权，对吧？肯定可以。关键是现在日本有点顶不住了。所以说你说岸田文雄突然公开宣布辞职不当首相了，有啥问题吗？他这3年黑的可够多了，之前日本的黑金案，对吧？39个人都被处理没收财产了，只有岸田没事啊。所以这次岸田要辞职跑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不过大家也不用这个高兴啊，日本这次极特大的灾难预警是真的，但是依我看爆发可能没有这么快啊，没有这么快。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而是更要注意了。岸田下台了，下一个日本的首相一准是个极端分子，而且小本的什么尿性大家都知道，他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疯狂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了，整不好又来一次嘚瑟的，对不对？所以说做好准备才是当务之急，真事儿。然后说完这个，家人们咱就得说啊，天理不容，是不是啊？高兴我都想笑了，我也想笑了，家人们。这我那一天真的，我就卖酒，我就咱们就是8+1，咱的隔屏幕就干一杯，我就咔，我就当你们面我干一杯，真的。那么说完这事儿，咱说什么呢？咱说说今天俄乌的最新进展啊。今天的消息，俄乌这边咱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那消息确实有点挺埋汰的，挺难受的。咱还是先说好消息吧，行不行？好消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国防叫安全局的局长不是带了增援9个旅的兵力干到库尔斯克了吗？我的妈，这哥们儿兄弟们啊，他真不愧是普大帝的哥们儿。普大帝在少年科博时期那个住上下铺的哥们儿，到了以后什么无人机呀，什么火箭弹呐，什么导弹，包括温压弹，那就跟不要钱似的，老铁们。就发现乌军甭管多少人，一个人就一个字就炸死你，一个人也用温压弹给你炸。
然后炸完之后，家人们啊，地面部队直接分批进行包抄，进行包饺子，进行绞杀。什么叫绞杀？老铁们，不留活口。再加上从哈尔科夫撤回来的瓦格纳士兵，一边杀一边俘虏。兄弟们，2天，就2天，今天和昨天，乌军在库尔斯克州这个攻势彻底就停了啊，没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啊，一个新占领的据点都没有，反而是乌军和北约士兵死了不老少了，具体多少不知道，没统计啊。但是好消息说完呢，咱就得说坏消息了。什么事儿呢？在俄军重点兵力去清扫库尔斯克州的时候，你知道美国干了个什么多损的事儿吗？美国一个电话干到司机那儿了，说坏了啊，哥们儿，现在你挺难的。现在俄军围剿的兵力已经几乎超过你的3倍了。什么概念？你干过去6万人，人家那边有18万；你干过去4万人，人家那边有12万啊。具体多少数我不知道，但是俄军现在干过去围剿的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加起来是乌军那边的3倍。库尔斯克州这边美国也说了，待不下去了，所以怎么办呢？按道理来说，我们都说了，你叫个人，你让人家撤出来，对吧？还有点活口，你撒丫子你跑路。结果美国这边跟泽连斯基，你知道咋说的吗？来，哥们儿，咱改变计划。多损！小泽这边一听吧，当时他也有点这个感动了，说大哥，你终于想明白让我们撤了吗？说如果你想让我们撤，我们立马增援呐，就是协助乌军突破包围圈撤出来啊。那这个老毛那边也估计没啥事儿。结果这话刚落地呀，美国那边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撤个毛线的撤呀！现在中东打啥样了？中东炸了，你乌克兰自动报销，你不明白吗？然后小泽就问了，说大哥你那啥意思呀？那库尔斯克都干拉稀了，我的人都死差不多，你别说我的，下一步死的就是你美国人和北约的人了，那你让我怎么整啊？对不对？美国说了，你这么的，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些人去了没打算回来，俄军重兵现在部署在哪儿啊？在库尔斯克，对不对？你真的，你趁机会你绕个道，你直接干比尔哥罗州啊，就这么的，兄弟们，小泽都快哭了，没办法，大批量乌军分散转移，直接就往别尔哥罗德州干过去了，而且袭击方式都没变呢，就是大火箭弹的、大无人机的，叮当456高偷袭，兄弟们，1天之内，你别说，还真挺行的，把别尔哥罗德州的境内啊20多个村子给炸一遍。你说这事儿整的，虽然说没什么人员伤亡，家人们，但就这么一整，俄军基本上就被牵着鼻子走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乌克兰通过转头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确实对俄军包饺子战术造成老大影响了，最起码是把乌军被全灭这个事儿往后推了得有老大一段时间了。我们说最起码10天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10天肯定解决不了了。而这就导致什么呢？在8月15号啊，也就是明天巴以和谈之前，俄罗斯不但不能处理完乌军，甚至这个苗头都没有。而俄乌局势又间接影响到中东局势，这就让中东的情况变得太复杂了。所以怎么说呢？让咱给个建议啊，我觉得现在也甭管什么乌军偷袭俄罗斯本土了，先把杀伤乌军放一放，你重点兄弟你防个手吧，你稳住局势，然后你注意力你先放中东，叫声东击西，你打你的，他打他的。等中东这边美国被拖下水了，俄乌那边啥玩意儿都好解决。对吧？为啥呢？咱且不说以色列啊，对比乌克兰要重要的多，咱就是说一个是美军下场，一个是美军没下场。那欧洲人重点帮谁还用说吗？等欧洲那些国家没精力帮乌克兰的时候，俄军你再下令，你再反击，那叫事半功倍。对不对？不过这也是咱的建议啊，具体怎么做还得看普大帝那边的安排了啊，咱也不是军事专家，对吧？说完这个，今天咱说重头戏啊，今天才到重头戏是哪儿的？中东老大的重头戏了，什么事儿呢？首先啊，驻扎在叙利亚的美军，从叙利亚总统说了，说美军你给我滚出去，我跟你说比伊拉克都猛。
前天说的吧，这事儿啊，上周今天周几啊？今天周几？周二吧？周几说的？周天说的，说叙利亚总统硬气起来了，对吧？然后呢，说美军给我滚出去，就从那个开始，周天、周一、周二连续3天了，今天第3天被干。本来我就寻思，我说这次美军基地被炸，会跟之前一样，炸完直接跑路，对吧？让美国人呢独自风中凌乱。结果我一看消息，这次行动不简单呢，家人们，一点不简单。什么事儿呢？在连续2天被炸之后啊，美军基地直接戒严了，并且战备等级直接干到最高了。结果呢，人家叙利亚反美武装和政府军的联军一看，兄弟们当时就来劲儿了，说你大爷呀，老美你跟我玩这么一套，你以为你缩壳里了我就收拾不了你了是吗？说完之后，叙利亚这个反美武装兄弟们一点犹豫都不带有的，直接公开就宣布了，说要对驻扎在叙利亚的美军再次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就这么一下啊，把美国大兵给吓的呢，晚上睡觉都得睁个眼睛睡。真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家人们，搞笑的事来了，反美武装没对美国基地发起偷袭，干啥去了呢？来了个声东击西，突然对谁呢？叙利亚戴尔佐尔省2个油田干上去了，直接发起突袭。而且这次突袭没用无人机，也没有火箭弹。老铁们，你猜他们咋干的？没用无人机，没有火箭弹啊？什么概念呢？无人机跟火箭弹没有人员伤亡，基本上没有，那是远程打击、中短程打击，对吧？但是这次人没这么干，咋干的呢？300多个人直接骑一个摩托，拿着手榴弹，拿着 AK， 直接干进去了。而这个油田里面的美军拢共就12个人，被300多个骑大摩托的人一冲啊，直接吓得尿不湿都不够换的了，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想法。但是叙利亚反美武装那不管你3、7、4、5、6啊，你反击了你得死，你不反击，你美国大兵在非法基地里干着非法的事儿啊，判你个死刑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就这么一波，不但炸了这个油田17辆美军的油罐车，油都给你炸崩飞了，而且把12个人全给干死了，尸体都带走了。家人们，听完这个消息，美国人懵了，美国当时根本没想到，老铁们，就咱也想不到啊！你说伊拉克撵美国人撵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这么大动作，充其量就是那个阿萨德空军基地被干了呗，美军也没死那么多人呢。结果这边叙利亚一支棱起来，我的妈，头子呀，直接300人杀进去，12人干死，油罐车炸毁，什么概念？直接蒙圈了。想说你炸我油就算了，你杀我人呐？你杀我人就算了，你连我尸体都带走，你什么意思啊？回头你再搞一个公开火化的直播，那我美利坚合众国面子往哪儿放啊？说完之后啊，就近的美军基地直接干起飞了，有一架叫 A10 攻击机，还有2架武装直升机，追着这帮骑摩托的哥们儿啊，反美武装就干过去了。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美军正在气头上，忽略这次可不是反美武装独自搞事儿了，而是有叙利亚政府军的支持啊！那是政府军呢，家人们，那反美武装这个装备烂，那叙利亚政府军能跟他开这个玩笑吗？一看美军直升机低空扫射，还是低空扫射，那埋伏在一边正规军二话没说，兄弟们直接掏过来便携式防空导弹，叮当4、5、6，咚咚就2发。由于事发非常突然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美军直升机为了能把机枪火力干到最猛，它是低空飞的，就这么一下子，美军追击的2架直升机直接报废，最后1架当场坠毁了，另外1架运气比较好一点啊，就这么在 A10 歼击机攻击机的掩护之下，摇摇晃晃来了次硬着陆跑了。那这事儿出来之后啊，美国人都没来得及发飙呢，都没来得及挠挠瞧叫唤呢，人家叙利亚政府直接出来说话了，指鼻子一顿骂，就直接指着美国鼻子说，美国人你给我滚出叙利亚，一下就把美国的话给堵住了。美国脸却青啊，不知道咋回话了。那么说到这儿，有老铁就问了，说这美国现在在叙利亚，妈呀，900人都不到啊，他发飙发不了，那天天挨炸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那
能不能撤出去呢？你说呀，对不对？老铁们，我跟你们明说，美军绝对不带撤的。同意我这个观点扣分同意，不同意我扣分不同意。为什么呢？就还是咱们这个说过好几次这个原因。现在啊，老铁们，中东大战马上爆发了，就算这些美国大兵他们想走，老铁们，你说叙利亚这个位置多重要啊？和以色列，老铁们那是直接接壤的，美国敢让他们这帮美军撤走吗？根本不敢，对吧？而且你们是不知道，在叙利亚美军基地挨炸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消息发生了，更加证实咱的推测了。什么事儿呢？就在今天上午啊，伊朗海军突然之间宣布说，我们要进行一次军演。演习的科目说白了，就是要针对美国来中东搞事的海军。我再说一遍，伊朗海军突然间宣布，虽然没多大的声，伊朗说我要军演，我不要干，我要军演。演习科目就是针对美国海军的。有些老铁一听这话就肯定就觉得纳闷了，是吧？说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还行，陆军也说得过去，那玩意儿来一个海军拿出来，你是不是有点着笑了？而且对手还是美军的双航母，你这不自取其辱吗？哎，你们还真别说，伊朗海军刚说完这个话，美国五角大楼啊，立马就宣布了，说要让罗斯福号航母去接替一下啊，林肯号航母，还是说接一下林肯号航母？但是说的好听，实际上这就借机往后撤了，懂不懂？现在林肯号正在从菲律宾那边往中东去呢，罗斯福号航母在哪呢？在亚丁湾、波斯湾那边呢。他要再往这边走，那不就是撤退吗？你们可能会诧异说，凭啥呀？世界第一的美国海军怎么能怕伊朗的军演呢？来，老铁们，我跟你们说凭啥。昨天看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昨天上午伊朗哥收到了整整20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大毛那边送过去的。这玩意儿是啥？有天天听咱直播的都知道，不知道的我跟你们说，它是俄罗斯唯一一款，它是海基高超音速导弹，不是陆基啊，也不是海底，海基高超音速导弹。说白了干啥的呀？装军舰上用的。而伊朗毕竟没用过这玩意儿，现在提前试验一下，你说它有问题吗？对吧？那了解完这个，你再看美国人为啥让罗斯福号往后撤一撤呀？说白了，不就是担心伊朗趁着军演搞偷袭吗？万一真就是嘎嘎几枚高超音速，而且还是锆10高超音速导弹干过去了，那美国人是根本没有把握全部都拦得住的。高超音速，兄弟们，刨根问底拦不住，而一旦被击中了，好吗？美国的金身瞬间破防，中东反美武装包括伊朗绝对一拥而上，给美国人来一个吃干抹净。至于以色列，那更不用说，儿子都嘎了，你当老子的收拾你是顺手的事儿。所以说美国人必须让战斗航母打击群往后扫一扫。哎，按说美国很稳妥，对不对？很稳妥了，结果兄弟们就这么一稳妥出事儿了，知道吧？就这么一稳妥，好家伙，又整出来个更大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往后这么一撤，老铁们，你猜谁出来了？咋出的事儿呢？往后一撤，撤哪儿去了？你们猜一猜。往后这么一撤，也门胡塞武装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对吧？当时胡塞武装这边都准备好了，打算用无人机恶心一下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结果兄弟们万万没想到，都准备发射了。那叶海亚一看地图，哎呦我的个妈呀，这是什么？这美军军舰居然提前转向了，哎，然后拐个弯跑出也门的攻击范围了。当时老叶就感觉说不对呀，这玩意儿是不是有内鬼呀？说这就直接对内部进行肃清啊。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电话干进来了，说不用那么麻烦，我这边检测到了啊，有一个非常异常的频率在传递信号，坐标我发你了，你这么的，老弟，你去看看咋个事儿。那大哥说话了，叶海亚一点都不带怀疑的，带着一队士兵直接干过去了。哎，到地方一看，我勒个亲娘哎，家人们啊，怎么的了呢？居然是联合国机构在也门的办公室。
老铁们，按理来说这个地方多多少少咱得尊重一点吧。但是大哥说了，内鬼就在这儿呢，啊，你尊重个毛线呢？尊重啊？不尊重，干他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兄弟们，今天最离谱的新闻就来了，美西方媒体是各种大肆宣传，说什么也门胡塞武装带着枪带着弹直接干到联合国机构的办公室，然后把联合国工作人员给扣了，把办公室财产都没收了，反正就是一顿往这个胡塞武装身上扣屎盆呢，就说胡塞武装不讲究啊，不讲理呀。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啥态度你们知道不？人家直接讲话了，说我去边拉去老美吧，你给别的国家搞舆论施压有用，给我搞你屁都没有用。这些人在战争结束之前不会和外界有任何的联系啊，就这么的把这个啥呢，这些给美国传递信号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全都按住了。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离谱的吗？家人们，不是，最离谱的是什么呢？这事儿发生之后，美国人彻底急眼了，心想说你把间谍给我弄住了，那我这个军舰不彻底没有安全保障了吗？那不行啊，舆论压力不够，我给你来点军事压力。说完之后，老铁们，今天最大新闻，美国人叫上鹰的啊，叫上鹰将，对着也门37456叮当的嘎嘎一顿干，一顿轰炸。而且轰炸完第一波，眼看也门没反应，美国人搞了一个真的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非常离谱的操作，直接找谁了？找沙特了。说沙特你看见了吧，也门把联合国工作人员给干了，你要这你都不出手，那我得真给你找点事干了。就这么的，第二波美国英国联合轰炸，沙特就这么水灵灵的就加入到这个轰炸这个进程当中了。那说到这儿，有老铁就说，哎呦我的妈呀，这沙特这么一整，这哥俩的关系是不是得恶化呀？我跟你们讲，多余了，兄弟们，担心太多余。第一波美英自己轰炸的时候炸死了也门5个人，第二波加上沙特1个人没炸死，你们没听错啊，1个人没炸死。你说这是为啥呀？说白了，我估计有人报点位了，知道吗？也门也不傻，知道他炸哪儿提前撤不就完事儿了吗？而且最离谱的是，这次沙特跟着炸完之后呢，小萨勒曼直接发话了，说来兄弟，对不起啊，哥没办法，哥炸你了，但是炸的是沙漠，你没死1个人，但是呢你家沙子值钱呢，你真的我给你40个亿啊，你就别跟大哥一样的了，大哥现在也难，对不对？直接给也门干了40亿美元的赔偿款。这事儿咋说呀，兄弟们？虽然沙特表面上摇摆不定，但实际上沙特现在已经就铁了心了，就要跟着以色列这个做切割了。而美国他现在啊，反而是非常为难。你说吧，你让沙特帮忙，对吧？他给反美武装这个爆点啊，不让他帮忙吧，他这么大点地盘这么大，沙特那个位置又好，根本放不下呀。所以怎么讲呢？现在这个美国，它只能是表面看起来还行，实际上真要干起来，他的盟友啊，绝对不会有他想象中那么多。那么说到这，新的问题不就来了吗？家人们，现在是万事俱备，他只差东风。那到底咱就说啥时候打呢？再不打我都没得吹了呀，我都啊，对吧？我跟你们说快了啊，绝对比日本那个极特大的灾难要来得快。啊，先看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是昨天，也就昨天，英法德3国领导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伊朗及其盟友说，千万不能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的打击呀。有人说凭啥呀？人给理由了，说这样能够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危机加沙停火协议啊。欧洲主要大国也就这3个。这次这仨哥们儿一起上了。第二件事，兄弟们，欧洲这几个国家除了一起上，大家还各自搞单干，好几家都在给伊朗总统啊，叫佩茨西奇扬吧打电话。昨天有俩，一个是英国首相，一个是德国总理，等于什么呢？一边发声明，一边打电话。啊，说这个8月7号几天之前也有2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儿啊，这个基本调呢都差不多，就是伊朗啊
以色列暗杀哈尼亚这个事儿肯定是错的，但你们呢不能冤冤相报啊。俗话说得好啊，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对不对？对以色列还手呢不值当，所以说你别还了。然后这边就说，我凭啥呀？妈，在我首都把哈尼亚给干死了，你打我脸，啪啪打我大嘴巴子，我凭啥不能还手？哥，你告诉我来。现在我身后也有大哥，对不对？那大毛包括，对吧？熊猫这边我们已经通话了，大哥都说了，说只要你坚定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尊严、领土完整，我们支持你啊！老铁们，你们看新闻一定要看关键字儿。你们看看前2天咱们通完话，王大哥跟他们的外长说完话，这个话你把修饰语你都摘出去，你看关键字儿咋说的，你看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伊朗现在干说动手不动手，他得经过允许，他得确实得考虑考虑，说我干完之后我究竟该怎么样，对吧？另外还有个理由，家人们，你还手会导致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加沙停火协议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欧洲给他的理由，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干完之后呢，你家老弟巴勒斯坦那边跟以色列这边正和谈的，你干完怎么谈呢？他们啥意思呢？基本就一个态度，就是以色列干你行，你不能干以色列；以色列报复你行，你不能报复以色列呀，拉偏架呗，是吧？只能以色列搞你，你搞以色列那不行，太明显了。那怎么办，兄弟们？于是乎又有了第3件事和第4件事，究竟什么事儿？一会儿跟大家讲。但是今天比日本有个极特大的火灾，不是火灾啊，地震。据说啊，最保守的估计是9.1级。还要开心和高兴的事儿，我把小陈总给留下来了啊，卡诗兰小陈总留下来干啥的呢？家人们，昨天让你们文文路路，今天鼓捣你们脑袋啊，直接让你们全部在外面能看见的地方变年轻，给不给力？